你好像是我第一个上我节目的西北汉子，跟那个内蒙古的男人有的一拼，是不是？我应该算是就是有腹肌里面体脂最高的了。你算我这个栏目里面，最黑的，身材比较差的。本期泡汤，我和嘉宾探访的是位于湖州太湖湾附近的一处室内温泉，采用了东南亚热带雨林风格设计。虽然有玻璃穹顶罩着，但室内的温度并不高。它好像一个大型植物园。对呀、不必这么拍啊！你跟郑伟一样喜欢仰视镜头，也蛮好看的。我应该算是就是有腹肌里面体脂最高的了。你算我这个栏目里面，最黑的，身材比较差的。没办法，综合体能是最好的，我体能是最好的。是吗？我刚刚好好看了一眼，好像大家只要健身都会被你拉来泡汤。那身材不好，让他去泡汤干什么？欢迎我们的伊万老师。Hello， 你敢来这个，肯定是对你的身材非常自信吧？那你刚才怎么讲的？我说是泡汤系列里头，就是你自信，不代表我满意啊，对不对？你是现在是没有腹肌，对不对？有啊，只是没有像没有那么明显。不会像他们那么明显。我1年前从98公斤减到现在，已经很努力了，瘦了50斤。为什么突然有一天说我要健身？看见自己镜子里的自己，我说妈呀，这是哪头猪站起来了？感情那一段时间也不太顺利吧，就觉得我需要做一些改变了。有腹肌的吧？我是有腹肌的。问一个问题，你为什么这么黑呀、做美黑啊！我跟这位两个人很爱晒灯的，为什么要做美黑？因为本来就他就不白，哦既然不白，就是高不成低不就，不如就走到极致了。你好像是我第一个上我节目的西北汉子，长得像兵马俑吗？长得倒不像，其实你长相还蛮那个的，就还蛮像南方这边的人的。可能最近修了个韩式眉毛吧。哦，这你眉毛你是修的？对，就修的有点短了，就是修坏了感觉。传闻当中，西北汉子跟那个内蒙古的男人有的一拼，是不是？这问我倒把我问难住了。大家都平均水平吧。这个有咖啡的味道吗？没有，可能这一池子只有一杯瑞幸加浓美式了。你在西安是做什么的呢？就是教练，综合体能的教练。只是管这个综合体能。对，还有带 Helps， 就是大体都是综合体能那边。然后我当教练很久了。所以为什么要来苏州啊？西安整体的这个就运动氛围，也好，就是大家消费理念和南方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。来这边可能会有更多的机会。这处温泉占地约2万平方米，大大小小26个特色泡池。虽然池子不少，但受限于实际场地，每个泡池的面积都偏小，5、6个人一起泡就会显得非常拥挤。那你身材练的现在最满意的是哪个部位啊？最满意其实腿了，但是我腿停滞很久了。哦，我现在是觉得我的配比有问题，我上肢其实比例有点不太协调。因为之前练的是力量举嘛，就深蹲练的很多，一周要练4回腿，然后上肢的话就很随便了。因为我听说你家里蛮有钱的嘛。只能说是小康了。那为什么没有继承家业呢？夕阳产业了，而且我更爱好的是我的这个教员服务，就是去做教员，这是我的爱好。所以家里有反对吗？刚开始的时候，我家人其实一直很支持我这个的，因为我出来的很早，我18岁的时候就步入社会了。我爸爸跟我讲是，你出去赚，先去干你想干的事情，干一圈回来，你觉得不行，你就回来干我们这一行。然后我说好。所以健身真的有给你带来什么吗？就是我原来是一个很胖的人，然后也没有自信，就是他给我的带来的其实就是气场会跟之前不一样。我喜欢健身也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之前老被欺负，然后可以让我认识更多各种各样的人，它也是我的一个社交方式。你手臂也蛮粗的。还好，就是跟比例有点不太协调。我的骨架很小，其实是费了很大精力的。就像郑伟，2年练的比我练6年都要大，其实还是挺吃天赋的。我觉得自己并不是一个有天赋的人，在健身方面。所以你最好的男性朋友就是郑伟。对，为什么呢？你们不是才刚认识吗？你之前没有朋友的。对，我那段感情结束之后，我的交际圈都是在他那边。我俩分开之后，他一把他抽走了。身边其实没有什么亲近的人。然后又跟郑伟很聊得来，2个人又很同频。所以你有一次失败的婚姻过后，你还会向往婚姻吗？我现在秉承着大家有缘则聚，无缘则散。所有的人都是阶段性的。我在我人生中出现的这些人，我的人生实际上
一直向前行驶公交车，有人会上车，有人会下车，就这样吧，就是一路往前开吧。所以你现在谈恋爱基本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。倒其实也不是，现在我觉得要慎重一点，也没有太大的心气儿去做试错了。你还年轻啊，才26岁哈。你的爱是有限的，你给了各种各样的人，它就会慢慢枯竭了。我觉得。据称，该温泉水是源自小梅山1000米深地底，不过实际体验中，部分池子的水质并不算理想。听说你每次谈恋爱都是和年纪大的谈。对，就是谈不到一块儿去了，年龄太小的话，大是可以大几岁啊？无穷大了，就是只要别太夸张就好，就是其实到后面也就不问年龄了。像我17、18岁的时候谈过31、2的吧。其实我现在年龄长了，其实我的应该标准也会变，其实不太清楚了。现在其实看感觉了，看长相看感觉吧，也是看脸，我是一条颜狗了。那一般是你追别人，还是别人追你？我很少追别人，就是两个人感觉 OK 来电了就在一起。现在这个时候，但是大家好像都是以短则为主吧。所以如果你觉得一段恋爱可能谈1个礼拜分手也 OK， 那只是不合适，只是 date 了，就是你不会把它归入前任这样。对。那你觉得要谈多久才能归入前任呢？半年，他会在我人生中留下一些痕迹，很短的，真的就是其实你过一段时间就把他就忘记他叫什么，他长什么样子，可能随着时间冲刷就不在了。我前段时间看了一句话，人生的过客像车窗上的雨水，有人就转瞬而逝，但有的人是鸟屎，怎么夸也夸不掉。你有遇到过鸟屎吗？有。那你会不会在别人心中是鸟屎？是的，我觉得我是那一头大鸟屎，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很差劲。你现在呢？现在一点点差劲吧。哪里差劲？就是亲密关系中，我觉得我不是一个能做得很好的伴侣，原来是非常差，现在是不太好。但是听说你很爱为对方花钱，这个赔钱货，这个已经流传到这里了吗？还好吧，就是应该花的就花，不该花的也花，这没办法，就是爱由心生吧。有点，你说恋爱脑也不是，说蠢也不是，就是到这里了就这样，没关系。你觉得自己不是恋爱脑？不是，只是我不在乎这些，就是反正我过2个月就把它挣回来了，就当陪伴了。他钱不会陪在身边，但他会换成另外一种形式。所以你对你自己身高是不满意的？1.75米，我怎么满意啊？你最理想的身高是多少？183、185。183、185。有没有因为你的身高有人嫌弃你？倒也没有，就从来没有。那你既然已经觉得你身高有欠缺了，为什么还要去疯狂的练腿？这样腿速不就更显得矮了吗？那会儿就是一念之差，现在醒悟了。我说再练，真练成牛蛙了。男生健身好像都是这样，要么是什么也没有，要么就要往牛蛙去发展。但是我采访过很多健身的男生，他们的理想状态就是牛蛙的状态。对，其实有点就偏执了。我醒悟了，我只能说我醒悟了。其实正常来说，你又不比赛，你练那么大块干什么？就是小小的也可以，就是好看就好了。那你是觉得更受男生欢迎，更受女生欢迎 ？half 吧。那你胖的时候呢？胖的时候无人问津呀。所以你觉得这个社会还是看脸、看身材的？对，就是会给你一些便利，也不叫便利，就是会有一些捷径，是吗？对，不捷径太难听了，不对。你觉得一个人性格好和一个长相好的人，大家愿意跟长相好的人先交朋友？先交朋友。对，先交朋友。然后再熟悉内在。但是我看书有一句叫喜恶同音嘛，那有人喜欢你这个点，就肯定有人这个点讨厌你。其实就是还是有点体脂高的，但是脸看着不胖，是吧？脸不胖，还有下巴嘞，双下巴是吧？没有，就是下颚看上去尖尖的。此外，园内也并未设置休息大厅，整体配套比较简单。总而言之，不是很推荐。那晚上是不是现在整个人瘦了一圈？好饿，好饿，还有我们面好。辣到了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喽。OK，各位拜拜。